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当前的时间是2024年的6月底，刚好是年终啊。我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中间加一期视频。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写程序啊，咱们来聊聊投资，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局势以及对投资的一些影响。然后聊的话题呢，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包括数字货币是否值得投资，第二个数字货币如何投资，第三个当前的行情分析，包括基本面和技术面，第四个是交易系统的设计，也就是针对我们当前在做的这一套交易系统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然后第五部分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以及中国的股票投资，最后就是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投资经历。先做声明啊，我的分析不一定对啊，不作为你投资的依据，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啊。我本人也不持任何的立场，只是纯粹的这种分析客观事实。那么我们直接正式开始啊。第一个话题就是说数字货币是否值得投资，是吧？那么先说我的结论啊，这个结论肯定是 yes 的，值得投资。下面来看一下我分析的一些理由啊。首先就是说，数字货币它有这个存续的基础。我们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暗网的交易，绝大部分都是基于数字货币的，比如说比特币，以及一些强调隐私保护的一些数字货币。这里有一张图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看作是一座冰山的话，我们平时接触到的网络呢，基本上属于这种冰山在水面上露出来的这一部分，其实比例是比较小的。那么水面之下，我们统称为深网，其中的暗网位于这个最底层，是深网的一个子集。普通方式是访问不到的，必须用特殊的方式才能访问到。因为这个暗网的名声不太好啊，这个里面包含着大量的这种灰色交易，这一块呢我就不多说了哈。想了解的话，你们自己去查相关的资料。目前暗网呢，虽然说各国都在不断的打压，但它一直都无法彻底的消亡，以后甚至会发展的越来越快啊。它里面的绝大部分交易都是用的数字货币，这就为数字货币的存续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土壤啊。这一块我们点到为止啊。然后其实就是说，目前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不太平啊，经常会有战争。呃，历来的这个地球上都有好几个火药桶啊，比如说中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呃，或者说是这个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国家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啊。这个火药桶之前其实已经炸了很多次了，从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到现在，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演变成这种多国参与的中东战争，但是从高级别的这种战争冲突来看，目前应该算是第7次了吧。这个火药桶它时不时的就炸一下，我估计以后还会炸啊。就是即使这一次结束了，我估计以后如果这一次无法彻底解决的话，以后估计还会炸。然后就是还有亚洲的这个巴基斯坦和印度，他们一直在争夺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然后还有比如说朝鲜半岛的这个朝鲜与韩国，另外就是现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实质上就是就这个美国主导的北约啊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对抗。美国作为南星的第一军事强国啊，它每年的军费，根据我查到的数据，2023年美国一国的军费啊，就占到全球军费总支出的接近40%啊。所以说，美国为了维护它的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军费它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啊。那么为了增加军费，它必然要寻找一个军事对手。那么目前的目标就是俄罗斯。下一个是谁？大家应该都能想得到，是吧？由于这个北约的不断东扩啊，使俄罗斯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这种国家威胁。如果说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么北约和俄罗斯中间还有一个缓冲地带啊。一旦乌克兰也加入北约的话，那么俄罗斯它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国家威胁。这个其实跟这个古巴的导弹危机有点类似哈。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因为俄罗斯把它的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到了紧邻美国的古巴，这些导弹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接打击到这个美国的本土和它的大部分地区。因为这个距离太近了，美国跟古巴的距离太近了，
所以说拦截都无法拦截啊，而且当时的这种拦截技术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所以说当时的美国同样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他所领导的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这种紧张关系啊，我估计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另外不稳定的地区还包括比如说像台湾海峡、中国南海，这些都算啊。那么全球的这种动荡和战争的出现啊，必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严重的话它会导致某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啊，然后就是货币贬值。虽然说目前的这些战争规模还不是很大，是吧？仅限于个别地区，但是我们纵观历史啊，比如说一战后的这个德国马克，它的物价每3.7天就能够翻1倍啊。还有比如说二战后的匈牙利，每天的物价也是接近翻倍的。还有比如说南斯拉夫的恶性通胀，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08年11月份的时候啊，津巴布韦的月通胀率达到了。这是多少个零呢？反正我是数不过来了啊。那津巴布韦的货币几乎就是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些都是战争导致的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政治政策或者说经济政策的结果，比如说最近的阿根廷，阿根廷的年通胀率已经达到了3678%啊，导致这个物价急剧的上涨，商店每天都要多次去调整价格，甚至一些商品的价格啊，短短在1年之内就可能翻倍啊。还有比如说像委内瑞拉，16年开始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年通胀率甚至一度达到了数十万倍啊，简直就无法想象，是吧？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货币几乎就完全失去价值了。所以说，当一国的货币出现这种快速或极端贬值的时候呢，那些国家的公民发了工资之后，他怎么办啊？那么现在就很多国家就是采取这种方法，他们就只能去买入数字货币。如果能换到美元的话，它可以直接换到美元；如果换不到美元的话，那么有很多他就直接买入数字货币了啊。因为数字货币里面的那些 USDT 啊、USDC 啊，它实际上就是挂钩美元的，或者说他们就直接购买这个 BTC 和 ETH 啊。因为在极端的情况下，民众手里的钱它可能就成了一张废纸啊，只能通过这种区块链技术，借助这种跨国界的数字货币来保障自己的财产，尽可能的少受一点损失啊。这也是当前的这个不稳定的全球局势，给这个数字货币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第三点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啊，虚拟现实将成为可能，而且可能用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这个虚拟现实成为一种可能之后呢，必然会催生出一种虚拟的互联网社会。数字货币或者说区块链技术将成为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这个金融系统啊。之前的这个 Meta， 它在将战略转向元宇宙的时候，不是也想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吗？然后中国大陆最早的时候也有这个 QQ 币，是吧？其实呢，都可以理解为虚拟世界里面的金融货币啊，等同于现实中的这种货币。当然了，虚拟现实目前还有不少的挑战啊，但是它会是一个趋势，也可以看作是数字货币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另外就是这种新生事物呢，在以后它会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啊。我们看看现在小孩子是吧，4、5岁，他基本上就能够把这个平板电脑啊、手机啊玩得贼溜了，是吧？现在的00后、10后乃至这个20后，他们对信息技术的这种依赖和接受度啊，都要明显的高于我们这一代，是不是？像70后、80后，基本上都是大学的时候才接触到计算机啊，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早一点的也基本是高中或初中才接触到。所以说，这种技术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新生代啊，他们的这种思路更加的开放，更加的独立，追求这种自由，追求个性，是吧？数字货币应该会被他们广泛接收。然后，以上说的这些就是说数字货币存续的一个基础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没有风险啊，风险有多个方面的。我只说最大的一个风险还是来自政府的监管。因为发行货币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独有的权利，也是他手中的王牌啊。不受监管的这种数字货币必然会危及和动摇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这样的话也就是两者产生了冲突啊。
因为政府它无法再监控本国公民的这种资产情况，影响政府的控制能力，也会扰乱现实的经济秩序啊，降低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所以说，不受监管的数字货币，政府都是会抵制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啊，就是美国它批准的这个 BTC 的 ETF 啊，那美国它为什么会批准呢？网络上有个梗叫做打不过就加入，对吧？其实美国也很清楚啊，数字货币它有这种程序的土壤，你很难彻底去禁止它。既然我无法彻底禁止它，那我就去招安它啊。美国批准的这个 BTC 的 ETF 啊，实际上就是纳入了监管。ETH 我相信也是100%会批准的啊。ETF 的购买和持有，它通常需要投资者通过经纪人或者是证券账户来进行啊。这些账户它是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和合规性审查的，以确保符合金融监管的要求。所以说购买比特币的 ETF 啊，是需要投资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和资金来源的。所以说美国其实是将这个数字货币纳入了它的监管体系。另外就是美国批准这个 ETF 啊，其实我们回过来看啊，它这个绝非偶然啊，而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货币它是以什么东西定价的？数字货币是以美元定价的，是不是？那么对比现实世界啊，全球大宗商品是不是也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是全球的第一大储备货币，第一大的国际贸易与结算货币，而且有很多国家的汇率啊，它直接是绑定了美元的。在现实世界，美元是硬通货，是吧？这就是美元的霸权啊。而数字货币实际上也是锚定的这个美元，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这相当于在未来的金融世界中，美元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跟现实中的美元霸权是一样的，是吧？既然是这样的，那我美国为什么要放弃呢？是不是？所以说，其他国家目前没有批准，主要还是没有建立起一套监管体系。当然，其他国家它这个货币地位肯定也没有美元这么强大啊。那么现在美国呢，通过自己国内的金融科技公司，叫这个 Circle 和这个 Coinbase，都是本土受监管的公司啊，发行稳定币 USDC。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啊，像币安就在搞这个 USDC 的交易费率优惠的政策，帮助来推广这个 USDC。我个人的感觉啊，它的目标应该就是 USDT。如果说能够取代是最好的，无法取代的话，那也会想办法把这个 USDT 啊置于自己的麾下。美国是想完全控制的，不仅要对标它的美元，以美元计价，还要发行受自己掌控的虚拟美元。所以说，美国这是在做布局啊。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大家的很多交易都是基于 USDT 的嘛，是吧？我觉得 USDC 也要适当的配置啊，防止说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所以说，综合以上的内容啊，我个人的结论就是呢，数字货币它是值得投资的啊。美国它还是南星上的第一强国，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尤其是你做投资的时候，你是绕不开它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打不过就加入，好吧？那么第二个话题啊，数字货币如何投资？这里面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知道这些东西的，我主要是给大家建议一下资产投入的一些比例方面的东西啊。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啊，建议你配置你家庭资产的10%到20%，这个的话是流动资产啊。然后专业投资者呢，你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到40%。如果说你是数字货币的这种真实粉丝啊，并且有很强的这种投资能力，对整个的币圈或者说区块链都非常的了解，是吧？那你的投资比例呢，这个就你随意了，是吧？这个我就不建议了啊。另外，我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投入的这50%，你用来买入这个 BTC 与 ETH 的这个现货，另外的50%呢，你可以拿来玩合约，或者是做其他币种的投资啊。当然，如果你只想囤币的话，那你就直接100%的买入现货就行了。然后买入的这个 BTC 与 ETH 呢，你可以去参与一些比较靠谱的这种项目质押啊，年化收益率基本上也有个10到20个点吧。但是质押是有风险的啊，它有各方面的风险，这个大家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就是说，
它是有一定门槛的，需要你了解这个区块链技术。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你买入的 BTC 和 ETH 啊，也保留一部分在你的钱包中，相当于囤币啊，放在钱包里不动的那种。这个比例你就自己决定了啊。另外就是交易所也有一些理财产品，比如说像什么雪球啊、双币银啊等等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当然这些呢也是有一定的理财知识的门槛，因为毕竟数字货币还是属于这种相对风险较高的理财。所以说还是看个人的风险偏好而定吧啊。那么也有最简单的方式啊，也是低风险的，比如说像 OKX 平台上呢，它有比如说叫什么简单赚币是吧？比如说稳定币，它平台是有奖励的啊，基本上也有10%。像我截图的时候，这个 USDT 它都是已经到了40%了啊。然后比如说还有币安平台上有申购这个 FDUSD， 或者是它的平台的 BNB 币，它的这个理财呢，也可以去申购。然后另外它还可以获得这个新币的空投，那么这些都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做出选择啊。另外就是交易所和这个钱包的选择，首先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从交易所买币啊，尽量选择这种头部的交易所。然后就是选钱包，钱包最好选那些知名度大的啊。图片上的这些交易所和钱包呢，仅供你参考啊。另外就是 MetaMask 钱包呢，我也是建议大家装一个啊，这个是个插件钱包。要做交易的时候呢，你就从你手机的钱包中将资金呢转到这个 MetaMask 钱包。如果是参与质押啊，那么最好是每个项目呢你专用一个地址。然后退出质押的时候呢，让资产从钱包中退出，或者是换一个地址啊，或者是清空地址中原来的授权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然后就是手机，我们要安装这个钱包嘛，那么你可以找一个老旧的手机啊，不用的，只安装钱包，平时断网，用来保存那些囤币的那些币种啊。有条件的话，你就去买一个硬件钱包。那么这一块我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因为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第三个话题就是行情分析。行情分析它分为2个层面啊，一个是基本面，一个是技术面啊。然后我们首先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基本面。因为数字货币它不是股票啊，它不是上市公司，所以说我们也无法去做什么财务报表的分析，是吧？那么数字货币的价格呢？它更多的是受到市场情绪、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其实更简单讲呢，就是货币政策。因为数字货币它是由美元定价的，所以说更多的它应该是受到这种美联储利率的影响，尤其是批准了 BTC 的这个 ETF 以后啊，以后的数字货币市场呢，也将越来越像这个股票市场，所以说它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相关性会越来越高啊。那么目前美联储一直都没有降息，是吧？其实从通胀的数据来看，从它的核心 PCE 的数据来看啊，结合美国国内银行业当前的这种困局以及全球的经济，美联储它应该是要降息的。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降呢？我个人认为仅仅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美联储它对后续的一些风险它不确定。我们不谈那些个什么阳谋论、阴谋论啊，仅仅从这个数据面与客观事实来分析。什么风险呢？首先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说一国的货币是吧？你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一国的货币政策它应该都是连续的，是吧？比如说你开启了加息通道，那就是一直加息；你开启了降息通道，它就一直降息，是不是？你不可能这个月降，下个月升这样的，是不是？那么当前还有一些风险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就是前面讲了的那2场战争，就是俄乌战争以及这个以巴战争，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对商权的攻击，也就是对红海航运的威胁，这些形势只要进一步恶化，都有可能继续使这个通胀抬头。目前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啊有所这个放缓，是吧？其实那是因为拜登在那里强压着的啊，他不想在大选的时候的关键时刻，是吧？中东出什么幺蛾子啊？另外就是美国的大选嘛，是吧？就到底谁上台？
如果是川普赢得大选的时候，那赢得大选的话，他上台后很可能会针对中国当前的商品增加更多的关税，从而推高美国的通胀，也会影响到美联储的这个降息进程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目前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是领先啊，这个是事实，是吧？尽管说美国目前想打破这个局面，但也的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中国目前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拥有全部工业名录的国家，就是说涵盖了联合国工业分类标准中的所有的39个大类，就是涵盖从采矿、制造到能源等各个行业。简单来讲，就是从造打火机到造火箭都能造。当然了，能造和造得好是不是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比如说像芯片啊、飞机发动机啊、高精度机床等等，还只能造这种初级的，高精尖的还造不出来。但是也不影响这个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啊。像美国啊，尽管说它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处于这个领先地位啊，但是在一些传统的和基础工业领域的这个覆盖面，目前还不如中国广泛。另外，就是像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它在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汽车制造、精密机械，拥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啊，但没有像中国一样覆盖所有的工业门类。不是说这些国家造不了啊，而是说投入产出比不划算。就是说，如果大家看过那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他第一章讲的就是劳动分工，说白了就是做你最擅长的事啊，从事经济效率更高的行业，生产投入产出比更高的产品。所以说，不是美国、德国、日本他们造不了啊，他们造不出来，人家的工业制造能力其实是全球领先的，只是人家选择了做他们更擅长的事，做他们觉得经济效率更高的事啊。另外就是说，中国能够成为这个世界工厂，其实一方面得益于加入了世贸组织，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资，引进了很多的这个人才和技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自身它有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这个不管是对国内企业还是对国外企业啊，都是很看重的一个市场。简单的讲就是说，你造出来的东西不愁卖，是吧？当然了，这也有可能产能过剩啊，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了。有了市场之后，那么你就可以进行规模化生产，大大的降低这种生产成本啊。目前大家在网上买东西很便宜，是吧？其实背后就是这种规模化效应带来的这种成本降低啊。另外就是中国的物流系统它非常的完善，公路里程第一，是吧？然后铁路里程好像是仅次于美国吧。有强大的物流，就能够做到完善的高效率的这种配套供应链啊。这些都是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条件。目前从全球来看，印度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但在以上说的这些方面呢，与中国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印度目前它的人口红利上是有优势的，另外人才素质也还可以，大部分人都会讲英语，是吧？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消费能力还不太行啊，而且目前有中国跟它竞争，说白了就是市场小，你就没办法规模化生产。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同样一个东西是吧？你生产出来10块钱，人家生产出来只要5块钱，那你这个成本相差太大了是吧？你能竞争吗？是不是？还有比如说物流不行，基础设施不行的话，同样的货物，同样的距离，比如说人家从 A 地运到 B 地，那么时间1天，运费1000块钱，而你呢，你要3天，运费要3天，你能竞争吗？是吧？所以说，从新兴国家来看啊，印度它的确是有潜力，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墨西哥啊、东南亚地区，美国其实也是在有意的扶持这些地区啊，或者说，他想，在这些地区让这些地区来取代中国的这种世界工厂的地位啊，但是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确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像印度啊，号称最有潜力的国家是吧？除了上面的这些硬件条件，其他方面其实也还有很多的问题，这里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另外就是说，说回对中国的影响啊，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几乎涵盖了美国日常生活的这个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从电子产品到衣服，从家具到医药，许多的美国消费者每天使用的商品大多是从中国进口的。
一旦这些商品增加关税，极有可能就会提高美国的通胀啊。所以说，川普如果他重返白宫的话，的确会给全球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甚至已经在准备了啊，准备一旦就是特朗普上台后，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所以说，综合以上所说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航运的威胁以及大选结果未定，中国世界工厂的这种地位，导致美国的这种日常消费品对中国的依赖啊，共同的结果就是美联储一直都还没有做出这种降息的动作。当然这个上面也只是我随便聊一聊哈。另外就是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这个即使美联储降息了是吧，那么股市啊、汇市啊、数字货币市场其实都已经提前反应了是吧？就说都就是说到了降息的时候，可能就是下跌的时候啊。这个的话，我也有一点我个人不同的看法啊。只要美联储没有降息，那么它就锁定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流动性啊。美元的利率这么高是吧？那么我把钱放在银行，5%的年化收益率不香吗？何况这还是无风险收益是吧？比如说像巴菲特，他就持有大量的现金，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前啊，持有现金获取相对较高的这种无风险收益，这是价值投资者惯用的这种策略啊。也就是说，由于目前没有实质性的降息，所以他就锁定了大量的美元流动性。一旦开始降息，这些流动性将会逐步的释放啊。那么资本它都是逐利的是吧？这个时候它必然要选取另一个投资圣地。那么股市和数字货币市场必然就能够获取到一定的增量资金，吸纳到一部分因为降息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的走势啊，就是我个人做一个简单的猜测，就是开始降息的时候呢，有一小段的上升，但是呢，可能接着就是有一波下挫啊，就是获利盘的出逃，因为的确在之前它是透支了一部分的这种降息预期的，有些资金它可能就会获利了结，是吧？但这个幅度呢，可能不会太深。如果说买盘足够多的话，它甚至都不回调，直接通过这种震荡来消化这种获利盘，然后获利盘释放完成之后呢，会继续上涨。但是能上涨到哪里去，是吧？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那目前就无法预测了啊，要看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发展形势了啊。这个趋势发展呢，纯属我个人的猜测啊，不作为你投资的依据。因为如果我判断错了，是吧？然后你又按照我的判断来做投资的，就有可能给你造成损失啊。所以说我们只是纯粹的聊一聊，不作为你投资的依据啊。另外就是技术面的分析，这里面我主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量化程序要用技术指标来做分析，以及它到底准不准，有没有用啊？具体怎么用呢？不在本期视频的范围内，我们以后再讲。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他说技术指标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啊，我跟着技术指标做是吧，老是亏钱。这一点的话，我要给技术指标证明啊，就技术指标它是绝对有用的。如果你用了某个技术指标，并且遵循它的交易信号来操作，最后你亏钱了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对，或者说你使用技术指标的方式不对。那么几个常见的误区啊，第一个就是周期不对。技术指标有很多种啊，它有些技术指标其实主要就是用来做大周期的这种趋势判断的，结果你把它用在了小周期做短线上，那肯定是不准的哈。另外就是说参数不对，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这个 MACD 啊、KDJ 这些常见的指标是吧，它们都是有参数的，不同的周期适合不同的参数啊。如果说你的参数设置与周期不匹配，那也可能不准的哈。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常见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个单一的指标，比如说你只用 MACD 一个指标，那这个准确性会大大降低啊。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应该使用多个指标，然后指标信号共振，这样才能够提高技术指标的这个准确性啊。这是关于技术指标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另外就是说，我说这个技术指标有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技术指标它其实是根据量价关系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计算出来的，就是说它能够准确的反映当前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它是由真金白银买卖操作形成的啊，是市场的真实反应。
这里我们我们抛开这个行情操纵不说啊，行情操纵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一些市值较小的这个股票或者是币种上面啊。如果说出现这种行情操纵，那的确技术指标就会失效啊，这一点我们是无法完全杜绝的。当然，就是说任何一个监管机构或者说交易所主体啊，负责任态度应该都是严厉的打击这种行情操纵的。所以说，如果你担心这种行情操纵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尽量去选择那些头部的交易所啊，或者说一些流动性好的一些币种或者说股票这样的。就是说你担心行情操纵，那你就最简单就是买那些市值大的或流动性好的标的。然后就是交易所方面呢，你选择那些靠谱一点的，不要选择那些小的交易所，很小的交易所，那个交易所很容易就是有老鼠仓之类的这种啊，或者说自己去操纵行情的啊。另外就是说技术指标它是这种市场情绪的反应啊，是资金对某个行业或者标的的实际认可度。比如说啊，你分析了一个行业或者说标的，基本面分析的结果是它应该上涨，但实际上呢，它没有上涨，那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没有得到资金的认可啊。只要得到了资金的认可，技术指标它一定能体现出来。当然了，技术指标也有局限性啊，那就是说它是一种偏右侧的交易方式，就是指标走好了，它的趋势出来了，我才入场，所以说它有一定的滞后性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对技术指标进行优化，但总体来讲，它还是一种偏右侧的交易方式。相对的，基本面分析呢，它就是一种偏左侧的交易方式。比如说，我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行业发展的数据，然后我得出来某个行业它可能会迎来反转，然后我再去这个行业里面呢分析一些标的的基本面，然后选定一只或几只标的，然后开始分批建仓。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不考虑技术指标的啊。这种操作方式呢，就适合做价值投资，并且呢要有较大的这种资金量。比如说像巴菲特啊，他争取的就是这种价值投资。但是你得要有较强的这种投研能力，或者说你背后要有一个团队啊，有能力去分析这种包括货币政策啊、财政政策啊、行业趋势、地缘政治，甚至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方面呢，很显然普通投资者是做不到的，是吧？没那个能力啊，也没有那个资金体量。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我在量化交易的第一个视频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交易系统主要还是用技术指标来做量化因子。另外就是说，如果说到这个技术分析了，是吧？就是说，如果说要我给当前的行情做一下简单的技术面分析啊，那么我看了一下，以 BTC 和 ETH 为例啊，如果观察长周期的话，它还是向上的，但中期趋势它是偏空的，短期趋势这两天好像有一点抬头啊。那么在中长期趋势出现这种背离的时候呢，其实最适合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是网格啊。如果说你准备现在去开仓，手动操作啊，那其实我就不太好给建议啊，因为这个位置它是有点尴尬的。BTC 已经到了6万的整数位附近了，是吧？然后山寨币基本上已经接近这个年初的这个启动位了。所以说，如果你要现在开仓，那我是真的不好建议的。如果说你非要做的话，那你就做这种小周期的吧。然后不管做多还是做空，都把这个倍数适当的控制一下，也就谨慎一点啊。尤其是山寨币，是吧？它的确已经跌了很多了，已经处于这种超卖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市场出现反弹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小周期级别的这种暴力拉升啊。其实我是不太建议普通投资者去手动进行这种小周期的短线操作的，因为这个需要你的盘感一定要好。这个盘感它是经验的积累啊，它没有捷径的。如果说你的盘感不好，你就不太适合去进行这种手动的短线操作啊。操作周期越短，技术指标它越容易失效，因为总的来讲，技术指标还是一个偏右侧的交易。由于这个周期太短了，那个技术指标等那个技术指标发出这个买卖信号的时候呢，它有个在小周期上它就已经有点晚了啊。再加上这个小周期它本身就波动大，所以说很容易就卖在最低点，买在最高点啊。所以说这种做小周期的短线操作，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盘感吧，好吧？然后第4个话题就是交易系统的设计啊。我先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
当前我们的这个正在逐步实现的整个交易系统它的这个设计思路啊。我们整个交易系统呢，我们分为2个模块啊，我们分模块来完成，分别是这个策略模块和这个交易模块。策略模块它主要是完成这种各类指标的计算啊，交易模块它主要依赖于各个交易所的 API 来实现执行各类具体的这种买卖操作啊。策略模块呢，它是指挥中心，负责发出这个交易指令啊，然后传递给这个交易模块，由交易模块完成具体的操作，并且呢反馈给这个策略模块。那么这样分模块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来也说过，就程序一旦开始操作，就尽可能不要去中断它的这个操作。程序的操作它应该是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的，尤其是我们在进行网格交易的时候，是吧？你程序那边是要不断的你程序是不能断的，它需要不断的去检查这个网格订单是不是成交了。这个网格交易之所以我们自己写啊，不用交易所自带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做了改进啊，是改版的网格交易，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也就是说，交易程序它主要负责的是交易层面的执行逻辑，最常见的执行呢就是比如说新建仓位啊、加减仓啊、清仓啊，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网格交易啊，检查这个订单的状态啊，实时去挂这个网格的买单或卖单啊，它买单成交的它就挂卖单嘛，是吧？卖单成交的它就挂买单。还有比如说仓位管理啊、资金划转啊、多个账户之间的资金平衡啊等等的。然后策略程序呢，它主要是负责按照指定的这个策略去执行相关的信号计算。比如说你一共开发了1、2、3、4、5个策略，然后我想让主账号执行1号策略，子账户呢执行比如说2号、3号策略这样的，那你就只需要在配置文件中去指定哪个策略用哪个账户用哪个策略就行了。然后策略程序它会去读取这个配置文件，然后按照你指定的策略去执行相关的策略代码，比如说自动选取操作标的啊，决定这个操作方向啊，确定杠杆倍数啊，定期检查当前的这个行情趋势啊，还有比如说辅助调整当前的信号计算逻辑啊。同时就是说2个模块之间它还会有交互的，是吧？比如说策略程序告诉这个比如说交易程序告诉策略程序这边我已经空仓了，那么策略程序那边它马上就会启动选取标的的模块啊，就是通过你指定的运行的策略去执行相应的选择标的的代码。当它选取到标的之后呢，它又把它传给这个交易程序，然后交易程序又开始建仓。如果建仓完成了，交易程序它会告诉策略程序啊当前的一个仓位，比如说是满仓了还是半仓了，然后策略程序再去执行相关的执行逻辑。如果选取到的标的，比如说是吧，它不符合交易程序那边的某些逻辑，它会告诉策略程序啊，这个标的不行，我需要换一个标的，然后那个策略程序那边它会又去重新选标的，就这样不断的往复啊。那么程序比如说是每隔30秒或者1分钟执行一次，然后包含这个多策略、多账户、多周期，然后我们采用多线程的方式来运行啊。那么这么分模块的设计，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我们更新了交易策略，那么我们只需要停止交易程序啊，策略程序它是不受影响的，单独升级我们的这个交易程序就可以了。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更新的这个策略程序那边，那么我们只需要停止策略程序，交易程序不受影响，独立去升级这个策略程序就可以了。另外刚才也说了啊，交易程序它主要采用的是各个交易所的 API， 所以说如果你同时操作多个交易所，比如说币安和 OKX 是吧，那么交易程序我们就要写2套啊，因为 API 是不一样的。但是策略程序呢，我们共用1套就行了。我们采用这个 CCXT， 因为 CCXT 它本来就是通用的啊，它可以同时适配2个交易所或者是多个交易所。为了减少这种代码的开发量啊，策略程序我们就用 CCXT 来做。当然了，也不是说100%一样啊，但98%的代码都是通用的啊，只需要修改几个地方就可以了。因为用到了 CCXT， 我们取那个现货的那个量价来做这个技术指标的分析和计算啊。这里说一下合约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区别啊。合约价格它其实它通常都是基于这个现货市场的价格啊，你也可以理解为合约价格以现货价格为基准。
当然了，因为合约它使用了杠杆，是吧？它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受这个杠杆和市场情绪的影响呢，合约价格它有的时候它会脱离现货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来讲啊，合约价格它还是围绕着这个现货价格波动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取这个现货价格来计算技术指标啊，其实这个信号应该说以更稳定、更准确啊，因为它排除掉了这个短期内的这个波动。当然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倾向于做短线或超短线，或者说是做套利的，那你可以去基于合约价格做这个指标计算啊。那么我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的投资者，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取现货价格来计算技术指标，适合做中长线啊。我个人也是更倾向于这种方式的啊。其实做投资主要还是看心态啊，要抛弃掉一些不切实际的那个幻想，不要总想着一夜暴富啊。我们应该还是要去追求这种长期的稳定的收益。所以说我们那个测验程序，我们就直接采用这个 CCST 啊，取现货价格来计算技术指标。如果你想取合约价格也可以啊，看你自己的需求。那么这就是基本的交易系统设计的框架。后面的视频里面讲到每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展开来详细讲。那么第五个话题就是中美博弈与中国的股票投资。这个方面呢，我也是简单的聊一聊啊，我不深入细聊，我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啊。现在简单的分析一下当前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形势。就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来讲，目前消费它是萎靡不振，是吧？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到了，而且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的火车头。其实 GDP 的，就是说，如果消费能够占到 GDP 的大头，或者说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模式，才是一种健康长久的经济发展方式啊。我查了一下2023年的数据，中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大概是53%。而且这一个比例还包括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总和。那么美国的消费呢，占到 GDP 的比例大概是68%，而且其中大部分来自家庭消费啊。从这里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关于消费上面的一些差异啊。另外就是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那么经过前几年疫情是吧，再加上目前的房地产困局啊，地方政府都没钱了，债台高筑。企业看不到希望，也不愿意加大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块啊，前些年是屡试不爽的，尤其是 GDP 保8的那段时期内啊，只要可能掉到8以下了，就会加大投资，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铁公鸡的建设啊。但是现在也玩不转了，是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负债太多了，而且之前也造成了很多的产能过剩。然后第三个就是出口。目前来讲的话，主要靠所谓的新三样啊，就是什么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现在也是受到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抵制啊，指控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先不说这种说法站不站得住脚吧，反正目前就是说人家已经开始抵制你了，所以说对出口肯定也有影响。至于披露那些经济数据是吧，那你看看就好了啊，看看就好。所以说，综合中国经济的这三驾马车，或者说3个发动机来讲，是吧？目前都不太乐观，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状：消费萎靡不振，投资没钱，出口抵制加关税，是吧？然后，刚刚说的是其实是中国经济的内忧，是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外患啊。外患其实主要就是来自美国的围堵，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这个围堵。科技方面全面封杀，是吧？经济方面，这是所谓的去风险，一方面是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支持其他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或地区准备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对目前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关税这一块啊，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说什么这个美国这么做加关税是吧，是杀敌1000，自损800。长期下去了，这个美国也必然受不了。还有说什么打压中国啊，只是这个政治需要，为了迎合民意而已啊。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其实就有点大意了啊。对于美国来讲，他要守住自己的这个霸主地位啊，维护他的这个美元霸权。因为如果说一旦中国强势崛起了，
必然会挑战它的地位啊。那不管中国会不会这么做吧，这个时候的美国呢，它就是一把锤子，看谁都是钉子。所以说你别说杀敌1000自损800啊，即使你是杀敌1000自损2000，它也会继续的啊。因为眼前的这点损失，对于他的这个霸主地位、世界老大的角色来讲，那基本上是不值得一提的啊。奥巴马不是说过吗？如果中国有10亿人过上美国人民这样的生活，那对美国来讲必然是一个灾难。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杀敌多少、自损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啊。当然说生死存亡好像有点夸张了，是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打压中国会是美国的长期国策，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共识啊。即使说某个时候有点松动，那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毕竟中国目前也是5常之一，是吧？对某些地区和国家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说某个时候呢，可能会有暂时的松动啊，那也只是短暂的这种利益交换。从长期来讲啊，必然是全面的围堵和打压。如果说川普赢了大选啊，经济层面的压力可能更大。川普奉行的是这个美国优先、经济利益至上嘛，军事层面的压力不好说啊，但经济层面的压力只会更大。即使不加大，也绝对不会放松的。他上台后呢，很可能针对当前的中国商品增加更多的关税啊。那个前几天那个辩论大家也看了，特朗普就明确说了嘛，这不加10%嘛，是吧？另外就是说，很可能啊，在中国的周边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不能排除发生这种战争或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啊。大家都知道，战争对经济的打击是最严重的啊。反观2次世界大战，欧洲地区的经济是直接崩溃了啊，而美国则是吸引到了大量的这种资金和人才。美国通过它的马歇尔计划，基本上控制了欧洲的大量资源，这也是美国发家的原因。2次世界大战啊，成就了今天的美国，确定了它的霸主地位。当年欧元刚出来的时候呢，开始挑战美元的霸权。美国马上在2个多月之后呢，就发动了这个科索沃战争啊。其实目的就是制造这种战争恐惧，阻止这个国际资本流向欧洲，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嘛。如果说有风险，那些外国资本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所以说，欧元在启动初期的10天里面，对美元升值了19%，但是在科索沃战争发生之后，立刻开始下滑。在其后的2年之中呢，最低的时候将近0.8欧元才能兑1美元啊。也就是说，欧元从启动的最初的最高点，到那个战争发生后的最低点，接近下跌了40%啊，给欧元和那个欧洲的经济造成了打击啊。就是美国基本上是每隔几年就会挑起一场战争，或者说拱火起一场地区冲突啊，几乎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干，是吧？啊，以前都是美国亲自下场啊，现在基本上都是找自己的代理人去打。小弟在前面冲锋陷阵，他在后面做后勤做指挥啊。当然了，目前中国的体量也是摆在这里的，所以说就目前来看啊，中美直接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不排除啊，就是说可能性比较小啊，尤其是现在正在跟俄罗斯硬刚啊，所以说但是不排除会出现这种代理人战争。总之呢，就是这个周边肯定不会安宁啊。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外患啊，就是科技被封杀，是吧？经济遭抵制，然后周边不安宁。中美博弈这一块，我不想说的太多太深入啊，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反正我就随便聊几句吧啊。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你就纯粹的听一乐啊。但总的来讲呢，就是中国它所面对的这个局面是困难重重的啊。如果说你身处大陆，是吧？由于中国大陆有严格的这种外汇管制，你直接投资境外股市的这个通道是比较小的啊。如果说你有能力，是吧，把这个资金转到境外，那你应该增配境外的资产啊，包括这个数字货币和境外的股票市场。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底层的普通投资者，那没办法，目前中国的形势导致你的投资方向没有太多的选项。房地产的盛宴已经结束了，投资房地产来实现财富增值的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啊。房地产目前它还没有见顶，还得熬时间。而且从长期来看啊，整个的市场格局也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中国能够迈过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直接迈入高收入国家，那么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啊，再加上大城市拥有更好的这种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就业资源，是吧？中国也有可能会出现像日韩、欧美那样的超级都市圈。
比如说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区啊，以后可能会出现几个大的都市圈啊，吸纳到更多的人。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地区的房价将来还能够继续缓慢上涨啊。但是前提是什么？中国经济不崩盘。另外就是如果跨不过这个真正收入陷阱啊，那会很麻烦。就像一辆卡车正在爬坡啊，它如果爬不过去，会发生什么是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现象开始有点苗头了。那么即使跨过去了，迈入高收入国家，房价我刚刚说了，房价可能会，就是那些大都市圈的房价可能还能够继续上涨，但是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疯涨了啊。但是3、4线城市呢，大概率就是层次一蹶不振啊，这大概率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当前的形势来讲，只有 A 股这个合法的赌场能让你参与投资了啊，其他的基本上没有太多选项了，你也只能是什么？只能是粪坑里捡豆子了啊。那么投资的思路就是降低你的预期啊，对比一下几个国家的股市 K 线图是吧？大家看一看什么心情啊？就是这个号称全球第2大股市是吧？全部市值加起来啊，抵不过人家的3大科技巨头，也就是美国的微软、苹果、英伟达这3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超过中国整个的股市啊，更不用说美国的那个科技七雄了啊。当然，这个情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什么呢？还是 A 股制度层面、设计层面的缺陷啊。总的来讲，就是个制度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投资也是太卷了啊，什么都卷，投资也卷。然后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基金啊。其实我们看看那些基民啊，就是买了基金那些人，真的基民其实亏得挺惨的，亏得惨不忍睹。近几年的收益，我估计普遍都是负30%起步，甚至有的超过负50%了。你要知道，负50%是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要涨1倍才能回本。中国这个垃圾股市什么时候能上涨1倍啊？那些基金经理呢，他还有脸拿着几百万、上千万的年薪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一群兔子被一只老虎追，这些兔子呢，就是那些基金经理啊，他不想着我要跑赢老虎，个个想的都是什么呢？我只要跑赢另一只兔子就可以了，因为我只要跑的不是最慢的那一个，那老虎吃掉就不是我啊。所以说，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基金经理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啊，他们不在意基金亏了多少，只要我跑赢别人的基金就行了。然后个个都这么想，结果就是行情进入这种螺旋式的下跌啊。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下跌归罪于什么外资啊、量化资金啊什么的。我认为有些片面啊。首先说外资啊，外资它其实已经连续加仓多少年了？你要是没有这些外资在这里买啊，那估计会跌得更惨。他们在不断的加仓，A 股也没有涨到哪里去，是不是？人家都说买不完了，是一直在买，实在扛不住了，是吧？只能撤出。当然了，这也跟外资对中国的环境的判断有关。但是你甩锅外资肯定是不对的啊。另外就是说，是量化惹的祸，是吧？这个不可否认啊，就是那些高频的量化，它的确会对行情起到这种助涨助跌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体量没有公募大啊。公募基金管理的体量，我查到的数据啊，2023年底是35万亿，占到 A 股总市值的44%左右。如果说，当然你说公募基金也在用量化是吧？薅羊毛，那本来就不对的是吗？公募基金本来就应该做价值投资的。你那么多高学历的投研人员，要是你们也用这个量化策略薅羊毛，那要你们何用啊？是吧？我多请一些一些那个程序员不就行了吗？你们手里掌管的这么大体量的资金啊，接近 A 股总市值的1半啊，持续下跌，跟你们这些人的这种投资内卷逻辑，我觉得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啊。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基金经理是吧，你看衰 A 股，那你就不要再发新的基金了，是吧？基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所以我给基民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你就找机会赎回你的基金啊，至少你不要再去认购新的基金了，不要再给那些基金经理提供那种相互内卷的这种子弹了。另外就是，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也是很恶心的，就是那些把 IPO 作为创业终点的这个黑心企业，这一群人也是毫无底线、毫无道德可言的啊！上市前为了粉饰自己的财务报表，各种的骗，极尽所能；上市后呢，就想尽一切办法减持套现，装各种这个漏洞啊，也要减持套现。
外资说买不完，根本买不完，那的确是买不完，因为人家本来就是公司不要了，都要掏钱走人的，所以你要多少他卖多少是吧？因为这些黑心企业其实知道，他妈自己就是不是个东西，企业的实际情况呢，就是坏到骨子里去了，都是包装出来的，那就得趁你们还没发现之前是吧，赶紧把这个烫手山芋给甩出去啊！所以说，综合以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就是说，如果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投资了 A 股啊，那是绝对的爱国主义啊，政府应该给大家发小红花的是吧？那么最后总结起来就是说，永远不要跟趋势为敌啊。这个趋势包括中国经济的趋势，也包括股市 K 线的趋势，也包括中美博弈的趋势。这些趋势没有走好以前，不要重仓压住啊。再重复一次，这些趋势没有反转以前，你不要重仓压住 A 股。你可以在适当的在各类资产的投入方面调整比例啊。目前中国的局势正在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我建议大家积极调整你的资产配置啊，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啊。如果你还打算留在这个市场，那么总体 A 股投资策略呢，应该是偏向保守的啊，可以偏向 ETF，主要是一些宽基的 ETF 啊，行业 ETF 的风险也比较大，或者是可转债，再配合这个网格交易啊，优化你的投资标的，严格遵守交易纪律。那么这个网格交易呢，我在后面讲到股市那一部分的时候，也会讲到我们自己开发的改进版的网格交易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吧。最好就是交给我们的这个程序来交易啊，因为程序交易的话，可以避免掉你人性的一些弱点。另外说到这里啊，我想说明一下，就是目前 A 股它不是在打压量化交易嘛，是吧？就是我们的程序化交易不是监管打压的那种量化交易啊，那种量化交易它是动用大量的资金，然后频繁的挂单，比如说1秒内它就能挂几百次、上千次，是吧？我们的程序化交易不是那样的，我们的程序化交易其实你简单讲就是将你平时的手工操作转换成了程序操作，我们不是去频繁的挂单薅羊毛的那一种啊。而且就是说要实现这种那种高频的量化交易，其实它对网络连接速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我们也做不到啊，所以我们的资金体量也没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的程序化交易与监管要打压的那种量化交易不是一回事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最后的话，就是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投资经历哈。中国的 A 股我是2012年入市的。然后数字货币稍微晚了一点啊，数字货币我是18年才开始接触的，目前是2024年的6月份，刚好是年终总结嘛，是吧？今年在 A 股的股票的投资收益上，目前是14%，然后数字货币的合约收益是203%，现货是亏损的，因为我在上一轮的行情中配置了不少山寨币啊，本轮山寨币也是跌惨了，是吧？因为我的现货持仓基本上都是长期持有的策略啊，持仓的那个现货 BTC 和 ETH 倒是盈利的哈。那个18年刚接触的时候，我在 BTC 和 ETH 上面呢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笔投资。后面大家知道，由于中国的封杀是吧，所以说我中间也换了交易所啊，所以说具体的成本我不太记得了。BTC 好像是7000多美金的时候买的，然后 ETH 好像是。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是一个 ETH 的人民币计价好像是1000多一点点，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减过仓啊，一直都持有的。但是由于是迷你仓，我大举介入也是在上一波牛市，然后配置了不少的这个山寨币啊，所以说基本上全靠这个现货的 BTC 和 ETH 在那里补贴我的投资亏损啊。然后我全面转向这个程序化交易，其实就是在今年啊。目前的 A 股投资和数字货币投资，我全部都交给程序了，我不再去手动操作了，因为手动操作它很容易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啊。尽管总是说告诫自己要遵守这种交易纪律，但最后落实下来总是不太理想啊。然后我的程序大概前后啊，一共花了近2年的时间完成，因为这个过程要不断的去总结与提炼自己的投资策略啊，并且转化为这个程序逻辑啊。另外，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开发人员。我的 Python 还是这个自学的啊，所以说时间比较长。刚开始搞量化交易的时候呢，自己也是查了不少的资料啊，不管是用中文搜索还是用英文搜索，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视频啊。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所以说踩了不少的坑啊，也交了不少的学费。刚完成的时候呢，我就迫不及待让程序上线了，结果中间出了几次大的逻辑错误，导致也是交了不少的学费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是操作方向的逻辑搞错了，就是代码的逻辑搞错了，结果就是该做空的时候做多了，该做多的时候做空了，结果导致了不少的亏损啊。还有比如说仓位管理的逻辑错误啊，就是导致程序不断的在买入与卖出，也是交了一笔学费啊。那每分钟买卖一次，那手续费都不少了，是吧？所以说后面我就静下心来告诫自己，就说不要太急躁，是吧？我就停止了所有的程序操作，然后停止了所有的程序操作，手动平掉了所有的仓位，然后把所有的程序逻辑呢全部给它梳理一遍，用这个思维导图和那个流程图全部画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逻辑来梳理和确认，然后再去查看代码它的实现是否有出入啊。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重新部署，然后先是在模拟盘上跑了3个月啊，在配置文件中手动去模拟各种侧脸的操作，让程序将各种情况基本上都跑了一遍，然后再去检查这个输出结果是否正确啊。就这样就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在2024年1月1号的时候啊，就是正式让程序上线进行实盘交易。目前刚好是跑了半年的时间啊，没有再发生什么错误啊。只有这个策略程序偶尔提示这个 CCX 提到的网络连接的错误。在这里我也是建议大家用程序去交易啊，尽量不要手动操作，或者说少去手动操作。尤其是你发现手动操作总是出错或亏损的时候啊，那就是你的操作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无法战胜这个人性的弱点啊，就是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该卖的时候你又舍不得卖。那么我今年也手动操作过几次啊，结果损失惨重。这个我实话跟大家说，也是低估了这一波山寨币的下跌啊。本来程序在操作的好好的啊，我手动额外去开了一个仓啊，直接就是两个账户爆仓了，否则今年的合约账户肯定不止203个点的收益啊。就是在今年的4月份，我当时感觉这个山寨币跌的已经够多的了，是吧？所以说那个尽管那个程序提示我不能做多啊，但是我还是手动去开仓做多了。结果就是在以色列和伊朗冲突那一天，好像是晚上4点多钟的时候吧，有一根那个插针的 K 线，然后直接把手动操作那2个账户直接给爆了啊。所以说后面我就再也没有去手动操作了。我现在的交易 APP 我都几天才打开一次啊，每天程序它会给我手机发送这个交易的情况、资产的变动，所以说我现在都不是经常打开 APP 的啦。然后持仓那些现货山寨币，我也会逐步去减少配置啊，还是去赚那些相对确定性更高的钱。现货还是多投资这个主流币啊，少配置山寨币，因为数字货币的盘子也是越来越大，很像这个股票，它不断的 IPO，池子会越来越大，但总的参与资金呢，它总是只有那么多，所以说它不可能雨露均沾的，是吧？有些山寨币我估计可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啊。另外就是随着 BTC 和 ETH 的这个 ETF 的上市啊，虽然能带来一些增量资金，但这些增量资金呢，它大部分都是成熟的投资机构，他们的投资思路啊，基本上跟股票差不多啊，所以说不太可能再出现之前那样的疯狂上涨的局面啊，很可能是一种缓慢上涨的这种局面。整个的加密货币市场也会越来越像美股，但是短期内的这种波动啊，可能会大于股票。另外就是它会分流这个山寨币的资金，是吧？对于大量的保守投资者来讲，他们更倾向于购买这个 ETF， 因为安全性和稳定性更好啊。而 ETF 对标的基本上都是头部的主流币。当然了，也不是说山寨币就没有机会了啊，因为就像一个企业的这个就像那个企业一样啊，它每一个新币是吧，基本上前期都会有所谓的天使投资、VC 投资。他们都是要追求回报的，是吧 ？IPO 或者说币种上架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所以说前期都会有炒作，确保早期投资者的回报啊。这个撸空头我估计也还会持续火热啊，但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小。那么我的程序可能写的没那么专业啊，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开发人员。刚才也说了，我的这个 Python 还是自学的啊。但是毕竟10来年的这种投资经验，的确也积累了一些投资心得。我不能确保帮大家赚到钱啊，或者说赚到大钱，
也无法帮你实现这种一夜暴富啊。但是跑赢理财，跑赢指数，获取这个超额收益还是有信心的啊。我目前的资金体量还不够大，离我预想的还有较大的距离啊。否则的话，说实话，如果说每年投资有个20-30个点是吧，那就很不错了是吧？啊，我开通这个频道呢，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投资经验，其实说的高尚点啊，我是希望帮大家赚点钱，或者说帮你减少点损失，至少我踩过的坑是吧，让你不要去踩，减少你的这个试错成本。我之前给大家展示那些程序，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你看着我好像一步一步写下来的是吧？但其实是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以前踩过的坑，我已经把那些东西全帮你们避免掉了哈。所以说，至少让我踩过的坑不要让你们再去踩是吧？减少你们的试错成本。说的实际一点，其实我也是希望达到油管的这个广告分成门槛啊，集齐1000个订阅，4000个小时的观看量，能够给我带来一点收入是吧？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讲呢，只是帮我点个赞，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然后多观看一下我的视频啊，你也不会产生什么额外的成本，是不是？大家相互支持啊。每录一期视频还是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啊，所以说我还要去做字幕，防止说你们听不清楚。这个代码教程类的视频呢，它又不是照本宣科是吧？所有的它都是代码写到哪里说到哪里，所以说我都是录完视频之后，然后再根据我讲的内容去重新做字幕啊，所以说其实是很花时间的。而且我也不是我也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来做啊。所以说呢，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是吧？那么请你帮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啊。然后每个视频你至少从头到尾来看一次是吧？这样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和精力。而且如果对你有帮助，你本来就应该从头到尾的仔细看嘛，是不是？目前频道的订阅人数和观看时长还是太少了啊。我也希望这一系列视频能够帮助到你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不断的支持我的频道啊，让我有动力和信心去不断的给大家录制新的视频。那么今天我们聊了一点时政话题啊，其实也是跟投资有关的，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其实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啊。以上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分析的不专业，我个人不持任何立场。虽然说可聊的方面很多啊，但毕竟我们的频道定位的是量化交易是吧？纯粹的聊一聊可能对投资产生的一些影响，再次重申啊，不作为你投资的依据哈。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差不多了，我喉咙都讲哑了。就下一次我们讲币安的合约交易啊，虽然说我们前面讲了 OKX 的合约交易是吧？但是我希望大家同时使用多个交易所啊，为了防止像 FTX 那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因为毕竟数字货币它还是风险较大的一种投资啊，行业的正规性它比不上股票市场，你最好是将资产分配到多个交易所啊。我本人就注册了4个交易所。本来也是，也可以使用那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是吧？但是一方面那种去中心化交易所目前的体验还不是很好，另外就是上链费还是比较贵的哈。所以说，如果你决定使用中心化交易所的话，那你就把风险分摊一下，不要将你的资产独立集中在某一个交易所啊。那么讲币安的合约交易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先完成交易程序的框架，因为我前面说过了，交易程序是各个交易所独立写一个。因为 API 的接口不一样嘛，然后策略程序是通用的。我们先把 OKX 和币安的交易程序框架搭建出来，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策略程序，后面再把这两个模块之间交互打通，这样的话就能展现出一个基本的可运行的量化程序啊。最后我们再去优化交易程序和策略程序，不断的往里面加入各种处理逻辑。最终再把它部署到 VPS 上，进入这个实盘交易阶段。因为我写完之后啊，大家基本上就可以直接部署了，因为我其实都已经全部都测试过的哈。就是我原来刚刚不是说了吧，我原来已经跑了3个月的这个测试嘛，所以说程序的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讲完之后，所有的代码全部出来之后，应该就可以直接部署进入实盘阶段的啊。那么股票的话，可能就是在完成数字货币之后再开始吧，或者说以后看什么时候在合适的时候再来弄吧，好吧，生活不容易哈。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啊，我们下期再见。